在世界上呢，大名鼎鼎的刑事专家的行列当中啊，有个华人，他叫李昌钰，他被称为是当代的福尔摩斯。他亲自参与过8000个大大小小的案件侦破和调查，他还是美国的3所大学的终身教授，甚至连他侦办过的许多刑事案件呢，后来都成为了国际法庭和警察的教学范例。李昌钰呢，出了一本自传啊，名叫《神态李昌钰》。书中就说到，有时候呢，我回想起自己走过的路啊，常常就会问，命运呢，是否真的是天注定，真的有因果报应吗？而人生的悲欢离合，又是否是在冥冥之中早有注定呢？他还表示呢，身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呢，我根本就不相信鬼神，但是在处理过无数个案件之后啊，有许多的事情呢，我不能够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因此呢，我就不断地问自己，天堂和轮回究竟是什么？于是呢，他就接触到一些玄幻的案例，所以以下的故事啊非常玄幻，大家呢当故事啊听听就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嗨，大家好，小唐。故事呢就开始于李昌钰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和家人呢曾经告诉他呀，他的前世是一个和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李昌钰呢刚出生的时候啊，总是特别爱哭，一哭呢就是哭不停的那一种，而父母呢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就经常担心这个孩子啊是不是身体哪里有问题，于是呢就带着他啊看了好多的医生，可是医生们啊都给他检查之后都说这个小孩子啊非常健康，没有什么毛病，而医生们呢也找不出李昌钰常常大哭的原因，所以这就给父母啊急坏了。后来有一天呢，事情终于出现了丝丝的转机，因为这一天呢，李昌钰家门之外就出现了一个特别的客人，而这个客人呢是一位和尚。那个时候呢，李昌钰的家啊是做这个盐生意的，所以家境呢非常的殷实，家人也特别的乐善好施。而李昌钰的母亲呢就嘱咐佣人呢给这位和尚一些米和钱。可是这个和尚挺奇怪的呀，他居然说，我不要你的钱财，我也不要你的米，我不是来化缘的。而他说啊，我想要见的是李昌钰的父母。所以佣人呢就把和尚带到了李昌钰父母的面前。而和尚呢见到李昌钰的父母啊，他就说啊，我之所以来你们家呢，我是来见我师父的。而李昌钰的母亲当时就很纳闷啊，说我们这里没有你师父呀，家里一直在忙着做生意，哪有和尚的师父呢？而和尚慢慢悠悠地问道，说你们是不是刚生了一个男孩？这下李昌钰的父母啊瞬间心里咯噔一下，这个和尚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呢？难道他是从街坊邻居那里听说的吗？和尚见他们心里有些迟疑呢，就接着问啊，说这个小孩呢是不是一天到晚啊不停地在哭呢？而李昌钰的父母立刻说啊，是啊，你怎么知道呢？和尚说，我要见一见这个小孩。当时李昌钰的父母啊很为难，但是心里又一想呢，见一面其实也没什么，对不对？所以呢就把小孩抱到了他的面前。而谁知道这个和尚刚见到李昌钰之后呢，二话没说啊，立刻就冲着这个小孩下跪了，而行了一个大礼，嘴里还喊着，师父，我来晚了。和尚瞬间就对李昌钰的父母说呀，说李昌钰的前世呢是他的师父，法名谢尘，因为他不愿意投胎到凡间呢，硬是被送到了这儿来，所以一直才哭个不停。这番话啊，着实把李昌钰的父母呢给惊呆了。而和尚紧接着又说啊，他说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吧，您只要把这个小孩的名字呢改名为他的前世的名字谢尘，他就不会在这儿哭了。而李昌钰的父母虽然不是很相信，但是又觉得改个名字嘛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就先把他的小名改成谢尘就好了嘛。于是呢，李昌钰的父母呢就把他的小名换作谢尘。哎，说来也奇怪啊，自从他改名字以后啊，这个小孩就再也没有哭过了，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奇奇怪怪的事情，而且家里呢还一切很顺利。那么长大之后呢，李昌钰在北大演讲的时候啊，就有观众提问，问他这一生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而李昌钰呢就回忆起了这一段往事，然后他还半开玩笑的说道呀，你问我最后悔的是什么呢？其实呢，我最后悔的是啊，投胎到凡间，我是被硬送过来的。此话一出呢，全场被震撼啊，鸦雀无声。而且他说呀，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是转世投胎呢？来到这一世才找到了自己的生命之路呢？也许呢，这些都是前世修行的功德，都转成了今世的福报。纵然这一生有些人声名显赫，享受了荣华富贵，其实那也都是一些过眼云烟。因为100年之后啊，你什么都带不走。可又有几个人在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悲欢离合之后，能找回真正的自己呢？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啊都不知道因果，所以业力呢越积越重。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够觉醒呢？在他接触的众多案例当中啊，还记载过这么一个故事。那是在1959年8月的一个晴天啊，这个女主人呢叫杰拉德琳·伯克海默。她说，我和朋友啊当天约好了下午呢去郊外野餐，可是这个美丽的下午啊却永远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她说，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从家出发的，但当时我去的地方是一个叫拉丁胶卷的冲晒店，这是一段我熟悉的路程。
在那个我经过无数次的十字路口呢，我的记忆突然中断了，因为一辆失控的出租车呢从马路旁冲了出来，我被撞倒在地。人们后来就告诉我我被撞倒之后就当时不停地叫着我哥和我的朋友他们的名字。多年后呢，这幕情景不断地在我的回忆中重现，而且回想当年许多的感觉和事件，在这场事故之前便已经昭示了我的命运。因为当时我在巴黎的一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因为马上要毕业完成学业就要回美国了，所以在巴黎的这一年实在是太美妙了。他说我骑着巴特克利呢卖给我的摩托车，在城里和郊外四处的兜风，假期呢便去西班牙、意大利旅行，沉醉于欧洲城市的迷人风光当中。由于实在太喜欢法国了，喜欢这里的朋友，所以他说我就想再多留一段时间。幸运的是，我在法国的南部还找到了一份教书的职业。但奇怪的是，这时我常常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告诉我说我应该回美国，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把我往回家的路上拉，但是我却故意没有理会，决意的留了下来。更让我难忘的是，这期间我做了一个噩梦在梦中呢，我躺在棺材里，而盖子盖得非常的紧，我在冰冷的黑暗中不停地叫着我的哥哥，可是他没有答应，也没有来。我一直到了许多年之后才明白其中这个可怕的梦对我命运的预兆。早在年初和朋友去西班牙旅行的时候命运不详的信号便已经出现了，只是当时我还不能够明白。我们和去西班牙大多数的游客一样，去观赏了吉普赛人在帐篷中的歌舞表演。在表演的间隙呢，一个吉普赛女人还为大家看手相。她说我就排在游客的最后。当那个吉普赛女人看到我的手掌的时候她仔细看了很久，不停地摇头叹气，最后一句话也没有说，便匆匆地溜到了另一个房间去了。她说当时我特别迷惑一直在想到底我的掌纹上写着什么让这个吉普赛女人如此的惊慌。数年后巴黎街头的另一个吉普赛女人又对我做出了同样的费解的反应。那么事故之后呢，我能够回忆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一定这是在天堂了吧，因为我悬浮在空中看着躺在床上的自己和周围来来去去的白衣天使但我很快的就意识到这些穿白衣服的不是天使，而是医院的护士和医生。这是事故后我第一次的脱体体验。不一会儿呢，我就看见一个医生和其他几个人就走了进来，他们手里拿着几样东西还让我辨认，一支铅笔，一个苹果，还有一个类似收音机的东西。我一面告诉他们这些东西的名称呢，还自己暗想，难道你们认为我很蠢吗？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吗？然而居然我说的话他们似乎根本听不见。在场的人对我的答应毫无反应。类似的情形在此后的几天多次出现，其中有的我还记得，有的已经被我忘了。我很快就明白我无法跟周围的人交流。由于伤势严重呢，我被转到了另一家设施较好的医院，但医生当时认为我已经生还无望了，并通知了我的家人。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转院那天的情景，我被放到担架，推过一个长长的空无一人的走廊，来到了正在等候的救护车的前面。就在他们把我推上救护车的那一刹那，我就感觉到我又一次离开了我的身体。我飘离了担架呢，围绕着这个救护车前前后后的转圈子。我还在驾驶员的窗边呢停留了一会儿，看了看车子的仪表板，然后又回到车后的担架上。这种体验呢，当时让我既兴奋又着迷。在第二家医院呢，我渐渐就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和状态了。虽然没有人告诉我，但是我自己知道自己数处骨折，听力丧失，语言和行动能力丧失。后来直到我出院后，才正式的从医院为我索取的保险赔偿的诊断书上了解到了我当时的症状，叫失语症。也正是在这家医院呢，我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测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经历了生命中最为独特的体验。在印象中，这是发生在我入院的第一天那天我又一次从身体脱离了出来，腾空而起。我在空中看着自己的躯体，突然之间眼前就出现了一束光，一处明亮清澈的地方。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本能地问自己，是前往那个地方看个究竟呢，还是我乖乖地回到床上自己的身体内呢？于是我决定回到身体内。可是在回去的途中呢，我突然改变了主意，又冲向了空中。这时候我就看到了一条通往那光明之处的隧道。不知道为什么呢，我知道如果自己穿过这条隧道便意味着离别。但是奇怪的是我毫不犹豫，我甚至微笑了起来，我就冲了进去。难道我是为了用不着回父母家收拾数年来堆放在阁楼上的杂物而感到高兴吗？现在回想起来，我为自己当时的感受吃惊。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责任心的人，怎么会为了不用干活而暗自窃喜呢？当我进入隧道之后我的经历与大多数有脱体体验的人都不同。他们都有在里面听到轻微的响动，或者是有些人感到一丝的恐惧，来自于物质世界的任何的思想呢，很快他们就会被从隧道里拉了出来。还有一些人呢，提到自己的灵魂被一条银丝绑在了身上。然而我却没有碰到这些阻碍，也没有一丝的物质世界回忆的困扰。我只感到自己在旋转，开始的时候是缓慢的，到后来呢越来越快。在走了一半的时候呢，有其他人就出现在了我的左右，陪伴着我，但我看不清他们的长相。
待我终于走到尽头从隧道出来的时候，我听见了许多兴奋惊喜的声音在叫着我的名字，杰姆尔，在这儿，在这儿。一些有类似体验的人就说他们都看到了自己的亲人、朋友或者是圣经上的人物。他说，可是我却辨别不出任何这些生命形态的存在。有几件事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是那种喜悦、幸福的感受，那种美妙的感觉难以言传，没有任何令人不快的东西。我在那里没有碰到或看见像人体那样的物质，在周围移动的都是一些像水珠一样的影像。30年后呢，我想那也许就是所谓的灵魂吧。在这里呢，相互之间他们都不是用语言来交流的，而是通过一种心灵感应的方式，彼此呢立刻就能够自然而然地明白对方要表达的意思。我无法完全地表达这种体验带来的幸福和喜悦，那是一种完全被接受的表达方式，不只是在物质表面的层次上，而是在灵魂深处被理解、被接纳。在这里，另一件难忘的事情是那里没有时空的概念，我同时处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之中，这3度时间相互交叉，就好像重叠在一起的胶片一样。而空间上的体验也与此近似。我在隧道出口时，好像是站在了一座山上，俯瞰着远处的城市和村庄，但立刻呢，我便又感应到我这是身处在别处呀，这是一个不一样的空间。而这里呢，没有罪恶的概念，只是城市的人们为了控制别人而创造出来的概念吗？这种想法就给我留下了长久的印象，并且大大的改变了此后我对人生的看法。我在那时敏感的就意识到我的出现与其他欢迎我的灵魂出现是一样的，这让我对自己的体验有了更深的认知。无论如何，我和其他人一样都会感到喜悦，渴望学习任何新鲜的东西。他们呢，原本打算带我进入一个遥远之处，可是就在这时来了另一个灵魂，迎接我的灵魂们就告诉他说我刚到，他们打算把我带到别处，引荐给其他的灵魂。然而这个新来的灵魂却断然地说道，不行。而当时我和其他的灵魂都感到很纳闷，我试着要求留下来，说自己绝对不想回去，但只得到了一句回应的话。他说，杰姆尔，你必须回去，因为他们不知道你来这里的原因。我不记得我在那个空间和大家的道别，只知道从隧道返回去要比去的时候快得多，而且有一个尖锐的声音相伴始终。我只记得我是从我的头部重新进入了体内，通过顶部的精神中心类似于查克拉。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查克拉系统或者是这个超自然的概念有关的知识。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医院的病床上，而我在那个世界当中持续了那么久的时间，但是过了多久呢？我无从得知。没有人提起那一时，也没有人告诉我是否已经死去了。不管怎么样呢，我还是被送回了自己的躯体内。苏醒之后当意识回到我的身体呢，甚至我无力举起我的大拇指，我是那么的震惊和痛苦。这一事件当时给我非常大的打击我至今呢记忆犹新。如果我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那我的余生将一直依靠别人生活。我必须由别人喂食，由别人替我穿衣服，替我说话，带我去我想去的地方。这太可怕了。无论如何呢，我都不能让这样事情发生。所以当时我就用尽全力，痛苦挣扎着，以重获生存的力量，想要康复起来。一天，我发现自己的右耳呢没有听觉了。在事故发生之后第一次，这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为自己的处境呢感到非常的伤心。就是这场事故留给我唯一的后遗症。而医生来了，肯定的就告诉了我不能够恢复右耳的听力。这个诊断也许正是我留下后遗症的关键。我像学习说话、阅读和书写那样努力的练习听力。我想也许这可以重新找回听觉，完全恢复整整花了我5年的时间。可是在出院证明上却写着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严重衰退，这真是个讽刺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曾打算在法国阿尔的一所小学教授英语。我不想回美国和父母住在一起，所以我不顾医生的劝告呢，来到了阿尔。我觉得自己呢已经做好了重返工作的准备，但仅仅我上了半天的班呢，我就明白自己错了。所以学校建议我休息几个月之后呢再来上班，但显然我远远的不能够适应现在的生活了。所以当时我便决定离开，而回到美国。那些年呢，我在恢复的过程中呢，显露出自己过去的许多特征，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体验。有几个特定的时刻，他说我在恢复的过程中，我就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呢是个1年级的学生，然后再到一个高中生，然后再到大学的阶段，最后就回到了现在，仿佛呢再一次经历了自己的成长。这是我一生中最不寻常的阶段。这一个过程持续了4年的时间。多年以来呢，我一直想弄明白那个灵魂说的他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而这句话时时刻刻的就在我的心头缠绕。难道意思是说人类还不知道我们从人世间离开只是结束了这一场人生的体验和修行吗？这就是我们一生要找的答案吗？当然了，目前的主流科学呢还是没有承认濒死体验的存在，所以呢以上呢我们当故事听听就好。
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